国土计划法系因应气候变迁，为确保国土安全，保育自然环境与人文资产，促进资源与产业合理配置，强化国土整合管理机制，并赋予环境敏感与国土破坏地区追求国家永续发展而制定的法律。根据国土计划法第6条规定：1. 国土规划应配合国际公约及相关国际性规范，共同促进国土之永续发展。2. 国土规划应考量自然条件及水资源供应能力。3. 国土保育地区应以保育及保温为原则，并得禁止或限制使用。4. 海洋资源地区应以资源永续利用为原则，整合多元需求，建立使用秩序。5. 农业发展地区应以确保粮食安全为原则，积极保护重要农业生产环境及基础设施，并应避免零星发展。6. 城乡发展地区应以集约发展、成长管理为原则，创造宁适和谐之生活环境及有效率之生产环境，确保完整之配套公共设施。7. 都会区域应配合区域特色与整体发展需要，加强跨域整合，达成资源互补，强化区域机能，提升竞争力。8. 特定区域应考量重要自然地形、地貌、地物、文化特色及其他法令锁定条件，实施整体规划。9. 国土规划涉及原住民族之土地，应尊重及保存其传统文化、领域及智慧，并建立互利共荣机制。10. 国土规划应力求民众参与多元化及资讯公开化。11. 土地使用应兼顾环境保育原则，建立公平及有效率之管制机制。台湾国土计划法预定民国114年5月1日正式实施。不动产从业人员应关心的事项包括： 1. 土地开发的区位在哪里？ 2. 所属区位的法律规定是什么？ 3. 申请开发的程序是什么？ 4. 开发的规模、强度的规定是什么？ 5. 开发的时程受到什么影响？ 6. 兼顾开发品质下，开发成本有哪些？而上述所关心的事项，未来全面实施国土计划以及国土功能分区分类划设完成法定程序后，将对不动产市场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国土计划法之内容，将现行都市土地、非都市土地及国家公园土地，透过国土功能分区分类，重新调整为4大功能分区，分别是： 1. 城乡发展地区， 2. 国土保育地区， 3. 农业发展地区及4. 海洋资源地区，并进行使用地编定、容许使用项目及强度之管制，因而改变土地可开发之区位以及区位所属功能分区分类之法律规定，并建立使用许可制度，规范一定规模以上或性质特殊之土地开发所需申请的使用许可，经一定程序审议许可开发后，需缴交影响费及国土保育费，以确保开发地区之公共设施服务品质。此一新制度之建立，已对土地开发之区位、总量、时程、品质以及成本产生影响。国土计划法下，都市计划地区仍受都市计划法规范，但农地可能划为农业发展地区第5类，保护区可能划为国土保育地区第4类，其管制都较为严格，故应审慎评估购买都市农地之风险，以避免投资错误。现行非都市土地将透过国土功能分区分类，进行土地性质之重新分类，经由分类后，其下之使用地名称因而改变，其容许使用项目、细目重新规范调整，该土地之可开发强度因而改变，又可能因所在分类的不同而附加不同的限制，因而土地未来使用之权利将有所不同，使得土地之价值随之改变。国土功能分区及分类之划定决定土地开发条件。国土功能分区分类一旦划定，
不可任意申请变更。因而购买土地时，需更审慎评估其所在区位。一、将属何种功能分区分类。二、有何开发限制。未来建筑用地以城乡发展地区为主，勿期待购买便宜农地等待变更开发。可开发强度则取决于分类下之强度规定，建蔽率、容积率相较于现行规定可能下调。考量高龄化、人口往六都移动之趋势下，未来选地以既有发展地区为优先区位。国土计划法赋予地方政府更大规划主导权责，不动产业者应密切注意未来规划内容与方向及国土功能分区分类之划设对不动产市场之可开发区位及总量可能产生之影响，并了解人口结构变迁之趋势下掌握不同购物者之需求与偏好，做好产品规划与市场区隔。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欢迎留言、按赞及订阅，谢谢观赏，下次再见。